熄灯前10分钟，班级群突然出现匿名消息，请在23点前躺在床上准时睡觉，否则你会嘎。群里一瞬间炸开锅，都在问谁在恶作剧。搞恶作剧的，自己滚出来谢罪，等找出你就没那么好说话了。以为匿名就揪不出你了？陈秋，是你对不对？就你整天神神叨叨，阴暗的跟老鼠一样惹人厌。微群没有匿名功能吧？发消息的人是怎么做到的？群里顿时变得异常安静。这时，匿名消息再次出现，请在5分钟内躺在床上准时睡觉，否则你会嘎。大家还想说什么？这才发现全员被禁言了，没有人能说话。我看完群消息，下意识地看向陈秋。陈秋是我们的宿舍长，他说自己八字轻，经常能看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，还会遇到恐怖的事。在宿舍2年，他经常会突然惊恐的尖叫，说在外或者厕所里看到什么，搞得班里不少人都讨厌他。因为陈秋好几次半夜惊恐尖叫，说宿舍里有不干净的东西。老三受不了，自己搬出去住了。他此时显得格外害怕，求助似的瞪着我。凌晨，我说的是真的，宿舍里弥漫着一种奇怪的东西，很可怕。我看不到，但是真的很可怕。我们还是赶紧去床上吧。我心里也莫名的有种不好的预感，点点头，去了床上。陈秋还是有些害怕。不锁门吗？我看向老四的床位，再等等，老四还没回来。陈秋虽然害怕，但也只能强忍着，甚至把自己缩在被窝。宿舍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，能清晰地听到外面走廊传来各种嘈杂嬉笑的声音。我的脑子有些乱，明明认为这种事绝对是恶作剧，可心里却有些不安。群里匿名消息再次出现，请在1分钟内躺在床上准时睡觉，否则你会嘎。我见此立刻给老四打电话，对方一直没接，看着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我心里的急切感更强。幸好这时手机打通了。老四你在哪？老四那边刻意的压低了声音。在我男朋友宿舍呢，我今晚不回去了。我来不及再说什么，电话已经挂断。这时陈秋突然叫我，凌晨，快躺下，还有10秒就11点了。锁完门，我甚至来不及关灯，就用有史以来最快的速度爬上床，在最后1秒猛地躺下。就在我躺下的那一瞬间，灯突然熄灭，我微微的喘着粗气，静静的听着外面的声音，这才发现前1秒还嘈杂不已的宿舍楼，就像是被按下了静音键，变得格外寂静。我甚至能清晰地听到自己和陈秋的呼吸声。我正想和陈秋说什么，突然一道尖锐的惨叫声响彻整个宿舍楼，紧接着此起彼伏的惨叫声传来。嘎人了，快报钩啊！我被狠狠地吓了一跳，就想要起身，隔壁宿舍传来大喊，不要动，快躺下，不能起身，一起身就会嘎。王月刚刚在我面前变成了一滩红色液体，好可怕。我全身的冷汗一下子就冒出来了，还好刚才没动，否则我正心有余悸。手机传来消息提示音，好学生规则如下，请务必遵守。规则1，熄灯后请保持安静，不得大声喧哗，否则会引来一些东西。规则2，不外宿，不得带外人留宿，毕竟你不知道自己带回来的是人是鬼。规则3，熄灯前锁好门窗，避免某些东西自己爬进来。规则4，一旦熄灯后不要相信任何人说的话。规则5，牢记规则能救你的命。这些规则看得我毛骨悚然，为什么突然会出现这些？还没等我想通，陈秋突然开口了，刚才好像有人敲门。我回神，果然听到2道敲门声，而后是老四的声音传来。凌晨，你怎么把门锁了？快帮我开下门，男朋友宿舍楼的宿管发现我，把我赶回来了。我没有吭声，外面的老四有些疑惑。凌晨，老大，你们都睡了？我还没回答，老四似乎想到什么，噗嗤一声笑了。凌晨，你该不会真信了群里的恶作剧吧？你也太傻了，这外面都是人，你出来看看就知道了。陈秋也在这时说道。凌晨，我刚不小心坐起身，好像真的没事。外面那些人好像也太讨论这个，要不我们也去看看？我听着外面隐隐的传来的脚步声和别人说悄悄话的声音，难不成之前的一切真的只是恶作剧？我看着对床的陈秋起身，正摸索着往下爬，我也下意识的想起身下去，可就在我要动的那一刻，突然一股凉意席卷我全身。我看着已经爬下来站在那一动不动的陈秋的黑影，手都开始发抖，因为我想起一件事，陈秋一向胆小，而且最不爱凑热闹，这种时候绝不可能起来看。我连忙拿出手机，这才注意到陈秋给我发了好多信息，可我刚才手机完全没提示。你快看死亡名单！天哪，老四在上面，他是不是真的嘎了？你人呢？我好像感觉到有东西进来了。你起来干嘛？你快躺下呀！我再次去看群消息，果然看到老四在名单上。那刚才敲门的人是谁？还有此时站在宿舍中间的人又是谁？我僵硬的转头，偷偷的去看站在那的一团黑影。明明宿舍里很暗，我却强烈感觉他黑洞洞的眼睛正死死地盯着我。这一瞬间，我的大脑一片空白，头皮发麻，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天灵盖。我终于想起之前群里的规则4，一旦熄灯后不要相信任何人说的话。
所以刚才的声音不是本人发出来的。我甚至不敢去想，此时站在那盯着我的是什么东西。我紧紧地闭上眼，心里祈祷今晚赶紧过去。凌晨，放手！你为什么要掐我脖子？陈秋的惨叫生疏地响起，吓得我浑身一抖。陈秋在说什么？我连忙睁开眼，就发现地上站着的黑影不见了，又立刻看向陈秋的床位。下一刻，我呼吸一滞，陈秋的手机不知为何开着灯，正直直地对着天花板。我无比清晰地看到天花板上贴着一团黑影。此时，黑影的2只手掐着陈秋的脖子，他张开满是獠牙的嘴在笑，黑洞洞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陈秋。我能想象陈秋此时有多绝望，他就要在我面前被黑影嘎了，可我什么都做不了。等下，我想到什么，立刻掏出手机，看向群里发的规则。规则3：熄灯前锁好门窗，避免某些东西自己爬进来。我立刻看向阳台方向，阳台和宿舍之间的玻璃门一直大开着，黑影是自己从外面爬进来的。可是为什么他会爬进来？是因为违反了规则1吗？规则1：熄灯后请保持安静，不得大声喧哗，否则会引来一些东西。可是陈秋应该没说话才对，他明明只用手机叫过我的名字，还是他违反了规则，擅自起身了？那陈秋是不是必死无疑了？我刚回神，突然发现陈秋那边没有任何声音在出现，他难不成已经……我连忙看向陈秋的方向，一道尖锐难听的惨叫传来，黑影瞬间消失不见。下一刻就听到陈秋剧烈的咳嗽和喘息。我下意识的想问陈秋怎么样了，突然想到不得大声喧哗，我不知道说话算不算违反规则，就立刻用手机问陈秋：“陈秋，你没事吧？”陈秋还在咳嗽，不过看着情况好了一些。很快的，陈秋的消息传来：“没事，我的武前剑救了我。不过你为什么叫我陈秋？你不是凌晨？”我知道陈秋问这话是什么意思，因为我和陈秋聊天从来不叫他名字，只叫他老大。我赶紧回他：“老大，你别害怕，我是凌晨，之前只是试探。你不知道，刚才老四和你一直和我说话，想骗我下去，我差点就信了。老大，你刚才为什么会被那个黑影攻击？是不是违反了什么规则？”陈秋那边似乎转头看了我一眼，想确认什么。好一会儿，消息这才发过来：“你看到的是黑影吗？刚才我看到你爬下床，手机怎么发消息你都没理，还爬上我的床，我不自觉的就坐了起来，然后你突然用手死的掐住了我的脖子。要不是濒死前刚好摸到武前剑随意乱挥，现在我可能真的没了。”我也万分庆幸，没想到一直被班里人嘲笑的武前剑，在这种时候竟能对付那么恐怖的东西。可惜陈秋之前给我们每人都送过一把，我把它随意的放进了柜子里，现在想拿都没办法下床去拿。不过看到手机上的规则5，我心里安心了点，毕竟规则5说了，只要牢记规则就能救命。我现在只要遵守规则，不要出声，不要起身，耐心的等到天亮，肯定就没事了。我强迫自己闭上眼睡觉，心里不自觉的老是惦记着阳台没关的玻璃门，要是我睡着后又有什么东西爬进来怎么办？还没想通，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，我连忙拿起来一看，群里又发了匿名消息：因检测到外宿人员太多，严重违反学校规章制度，立刻启动临时查寝规则，请所有人相互转告，所有人员于23点30分前需准时回到宿舍。若查寝时宿舍所在人员数量没超过应有的一半，将会被连坐惩罚。查寝，我的脸瞬间白了。老四已经嘎了，老三也早就搬出去了，宿舍只有我和陈秋，除非让老三搬回来，否则只要一查寝，我和陈秋必嘎无疑。陈秋也意识到这一点，立刻给我发消息：我们赶紧给老三打电话，让他回来，他住的地方走到宿舍走路只要10分钟，现在还有20分钟的时间。我想的是，宿舍随时会嘎人，他会愿意回来吗？不过查寝时，要是老三被发现不在寝室，他是不是会嘎？想到这里，我还是决定问问老三怎么想的，愿不愿意回来。我打了好几个电话，也发了不少信息，老三却始终没接电话，也没回消息，也不知他是睡着了还是没注意到。我失落的再次挂掉电话，看着时间慢慢的靠近11点半，心剧烈的跳动着，急躁蔓延全身。老三一直联系不上，根本不能指望他回来。我根本不知道这种情况下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和陈秋活下来。然而再怎么祈祷都没用，时间很快的就到2人23点20分。这时群里出现匿名消息，请所有人在10分钟内回到自己宿舍。现在公布查寝规则：规则1，查寝期间必须给宿管开门；规则2，宿舍不得出现大功率电器，如电磁炉、电热锅、吹风机等；规则3，查寝时间为半个小时，查寝结束时所有人必须准时睡觉；规则4，查寝期间不要相信穿白衣服的人说的任何话。温馨提示：只要不违反规则，就能活到天亮。看到最后一条信息，我整个人瞬间心如嘎灰。他的意思明明是，要是违反规则，就活不到天亮。而宿舍里就我和陈秋2个人在，我们绝对逃不过被罚。我躺在床上，急得嘴角都要冒泡了。
这时群里再次出现匿名消息，请所有人在5分钟内回到自己宿舍接受查寝。就剩下5分钟了，陈秋也急得直接开口。我看其他群的人在说拼宿舍的事，有好几个人说自己宿舍其他人都死了，就剩他一个，他们想拼宿舍。我眼睛一亮，拼宿舍，主要宿舍再来一个人，我们就不会违反规则了。我正想开口问陈秋有没有人愿意来我们宿舍，余光却紧到群里的提示消息，请所有人在5分钟内回到自己宿舍接受查寝。我立刻对陈秋说，不能拼宿舍，上面说得很清楚，所有人得回到自己的宿舍，要是违反很可能会打。陈秋闻言显得很失望，又问我，那怎么办了？我们只能等死了吗？只剩下1分钟就到查寝时间了，反正都是死，不如赌一把。我有些心动，毕竟我也不想坐以待毙。突然门口传来敲门声，凌晨，帮我开下门，我回来了。听到声音，我差点惊得坐起来，不敢置信地看向紧闭的房门。老三，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外面老三比我们更疑惑。不是群里说要查寝吗？难道我被骗了？哪个混蛋恶作剧的，害我焦急忙慌的跑回来。算了，那我先回去了。老三的话让我急得立刻起身。等下，不是恶作剧。刚起身的一瞬间，我脑袋一片空白。完了，我起身了，我感觉到一股凉意席卷我全身，我马上就要被黑影弄嘎了。这一刻，我身体比脑子更快，第一时间去翻自己的柜子，焦急地找着之前扔进柜子最角落的5000件。就在我感觉脚底传来的寒意越来越刺骨时，我终于摸到了5000件。也不知是不是错觉，拿到5000件时，我的全身再次温暖起来。门再次被敲响。凌晨，你怎么没动静了？帮我开下门啊！门口依旧是老三清晰的敲门声。我没管老三，而是看向陈秋。老大，到11点半没？陈秋看了下手机，点点头。到了。我狠狠地松口气，手里紧紧地握着5000件去开门。陈秋看到我要开门，赶紧开口，你真要开门？要是外边不是老三？我摇头，没事的，规则上说了，查寝期间必须给宿管开门，这说明查寝期间开门定是安全的，否则有东西冒充宿管来敲门，开门就必打，这样的话就违反了那条只要遵守规则就能活下来的规则。老三就站在门口，他披着头发，穿着白色的裙子，嘴唇如血一般鲜红，看到我后他露出一张大大的笑容，虽然他平时就爱这个打扮，此时我却觉得他像极了一只张开血盆大口的女鬼，尤其是他的一身白衣，立刻让我想到那条不要相信任何穿白衣的人说的话。我瞳孔骤缩，难道我之前猜错了？群里的规则本来就一点都不严谨。你发什么呆啊？快让我进去！老三见我没反应，推开我往里走去，他像往常一样坐在自己的位置上。我皱着眉关上门，想对说什么。走廊那边传来了十分清晰的脚步声，宿舍里的灯也霎时间大亮，随即门再次被敲响。开门查寝。这个声音很冷，单单的听到，整个人就像置身在了冰天雪地里。我被冻得浑身一哆嗦，以最快的速度打开了门。门开的那一瞬间，宿管那张惨白无比的脸冲击我的视线。宿管他已经答了。让开！宿管的声音传来，我发现他根本没有张嘴，他的声音是从哪里发出来的？我连忙侧开身子让他进来，他一进来就看向了我们3人，而后倏地看向我。其他人呢？我觉得他明知故问，老四都嘎了。宿管那双嘎白色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，我咬了咬牙开口，没在宿舍。宿管拿起表格僵硬地写了几个字，而后他开始检查每个人的柜子以及桌底下、门口、厕所，一处都没有放过。我看着宿管从老四的抽屉里拿起5000件的那刻，有些愣住。他不怕5000件吗？还是说因为是查寝时间，所以不用怕？宿管检查的特别慢，眼看时间一点点地过去，他却似乎一点不着急。我怕错过时间，就去拿手机，刚转头看到凑在我面前的宿管的尸斑脸，我瞬间惨叫出声。他什么时候站到我身后来的？宿管此时嘎嘎地盯着我，手却从身后掏出一个让我差点崩溃的东西，热得快，我怎么不记得宿舍里有谁用过这个东西？他从哪里找出来的？宿管看着我惊恐的表情，他那张尸斑脸露出僵硬又诡异的笑容。违规使用高功率电器，你们都完了！我急得连忙开口，这不是我们的，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东西的存在。宿管阴恻恻地盯着我，而后露出僵硬的笑容。规则2：宿舍不得出现大功率电器，只要出现就算违规。我脸色猛地一白，没想到我挣扎了这么久，还是难逃一嘎。这一刻，我心里涌起强烈的不甘。宿管却很满意的在表格上记录，可我的眼睛却倏地看向了刚才他记录的那条违规信息：404宿舍到2缺2。我还想确定自己是不是看错了。宿管已经收好表格，拿着热得快离开。当他把门关上的那一刻，就像绝了我们最后的活路。我在等待嘎王，1分钟、2分钟过去，我依旧还活着。我有些疑惑，违反规则难道不是立刻嘎王吗？难道是要等查寝全部完成？
想到这个，我赶紧看了下手机，离12点就剩下10分钟，也就是说，再过10分钟我就必嘎无疑了。我有些瘫软地坐在椅子上，毕竟我从没想过自己最后是因为莫名出现的热得快被连累嘎。可想到宿管记录的我们宿舍的另一个违规信息，为什么宿管会说我们宿舍到2缺2？难道说他们其中一个根本不是本人？我偷偷地看向他俩，他们都没说话，好似都对违规的事不在意，也不在意会不会嘎。这就太奇怪了，明明之前陈秋还怕得不行，如今违反了规则，必嘎无疑，他却一声不吭。还有老三，他为什么能这么及时地赶回宿舍，而且穿的这妖巧，还是白裙子？我试探地问他们，你们看到宿管从哪里找出来的热得快吗？老三转过身来，他的脸色依旧很白，嘴唇也很红，他努着嘴指了指床上的陈秋，在他床底下找到的，肯定是他的。我立刻看向陈秋，陈秋急得对老三破口大骂，你别血口喷人，我根本不知道那东西。陈秋说着赶紧看向我，凌晨，你知道的，我从来没用过这种东西。我冷冷地问了一句，你们不怕嘎吗？我们违规了，一旦到12点，我们就会被规则杀嘎。老三疑惑地开口，你傻了？就一个违规电器，最多被批评一下，怎么可能会嘎？我也皱眉看向他，你手机呢？漏租房子的地方了啊？怎么了？所以你没看群里的规则？老三摇头。那你知道老四为什么没回来吗？老三当即暧昧地笑了一下。当然知道，白天他就说了，晚上去她男朋友宿舍。老三看着和平时没两样，难道他真的不是鬼？穿白衣也是偶然？那就是说鬼是陈秋？我还在思考，陈秋突然喊我，还有1分钟就12点了，规则说查寝结束时，所有人必须准时睡觉，我们要不要也睡了？原本我觉得没必要挣扎了，可还是忍不住躺到了床上。我拿着手机看着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宿舍里很安静，安静的能听到别人的呼吸声。等下，宿舍里的呼吸声只有一个，声音就来自我身边。随后我就看到老三纸白的脸凑近我，他的表情似乎有些惊恐，呼吸也带着急促。我吓得差点窒息，还没来得及尖叫，老三就艰难地用气音小声的开口，陈秋，他不对劲，他刚才对着阳台那边笑得好诡异，他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故意吓人？我连忙看向陈秋，发现他就坐在床上，笑容难掩，诡异地看着我们。还差10秒就到12点了哦。陈秋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到12点的话，他要干嘛？难不成到12点他就能立刻动手打我们？他果然就是那个阿飘。也就是说，我之前没猜错，查寝期间整个宿舍楼都可能是安全的。我几乎是弹跳起身的，直接从床上跳下来。老三，快跑！突然，我看到老三正在看着我，露出大大的诡异笑容。凌晨，你跑不掉了哦。他刚说完，宿舍的灯就彻底的熄灭，我浑身颤抖，这才意识到规则4说，查寝期间不要相信穿白衣服的人说的任何话。这条规则是要告诉我，老三的话一句都不能信。我浑身颤抖，绝望的闭上眼，心里想的是，我可能连嘎都不知道自己的嘎法是什么。下一秒，我好像听到了到处传来的惨叫声，快跑啊！着火了！我打不开门，谁来救救我啊！我猛地睁开眼，突然被眼前的火光吓了一跳。我还没反应过来为什么宿舍里会着火，就看到陈秋正要爬下来。不，那不是陈秋，那是一个漆黑的4肢细长的黑影，没有五官，全身焦黑。他狞笑着，黑洞洞的双眼紧紧地盯着我，一点点地向我靠近。我转身就打开房门逃跑。老三似乎很意外，连忙对我大喊，凌晨，你等等我，好烫，救救我，带我一起跑。可我哪里会带着一只阿飘跑，我连头都没有回，就拼命地往外跑。来到走廊，才发现走廊里充斥着浓烟和火光，浓烟越来越密集，呛了我好几次，差点呼吸不上来。就在我觉得自己随时要倒下的最后一刻，有一个身影正远远地凑近，那个身影好熟悉，熟悉到还没看清他的容貌，口中就下意识地喊道，老四。他一点点地凑近，我以为他会笑，可我只看到他泪流满面，满眼愧疚地看着我。他嘴里在说着什么，我连忙仔细地去听。对不起，都怪我，我不该买热得快，不该半夜烧热水，不该因为男朋友一个电话就跑下楼，聊得忘了时间。我该死，是我害死了你们，害死了那么多人。我听说这里又闹阿飘了，我知道是你们都没有原谅我，我会一直赎罪，直到我嘎为止。只是20年了，你们该去投胎了，为了恨我，一直都留在这里，不值得。老四脸上痛苦万分，突然脑中有什么闪过，无数记忆汹涌而来，原来我早就嘎了。